知道不是这样，你不会这样做。我的推测是对的。夏在他脑子里有2个意识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但除了他本来的意识之外，还有一个恶念，就像是2个独立的人格。这2个人格共享视觉、听觉、触觉，但是不知道对方的记忆和想法。这个恶念，我就叫他黑夏好了。他一直在监视、控制夏在的身体。很多时候，夏在就像是在自己脑子里坐牢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他是不是注射毒疯了？听起来像是疯了，对吧？换我也会疯的，但是现在他并没有放弃，一直在抗争。这个黑夏好像有一个很大的阴谋，现在想要阻止他，把他杀死。如果他的身体被那个意识控制了，他岂不是连自杀都自杀不了？他要怎么杀死那个意识呢？莫云高是吧？你的人都死光了。暗线穿珠局，我施了一个线索，然后你会顺着这个线索去思考、调查，调出一个结局。但其实这个结局和你所有推理的过程，这个线索，都是我给你设的骗局。夏在想要设一个局，让那个黑夏信以为真，从而杀掉他自己。而夏在也会同归于尽。但是张海霞做什么，黑夏不都知道吗？还不能让黑夏察觉，这怎么做得到啊？现在2个意识都在争夺同一个身体，黑夏想要将夏在的意识抹去，夏在需要让这个黑夏知道他的软肋在哪儿，也就是抹掉他的方法。第2步，夏在当作不知道，如常反应，这样黑夏就会掉入陷阱。夏在的软肋就是我跟师父。如果自己最亲近的人背离自己，舍弃自己，对他来说就是致命的。所以这个黑夏要到处杀人，还要故意做给我看，有时候甚至假装是为我杀人，从而刺激我，让我去背离他，憎恶他，从而让夏在崩溃。这个局最残忍的一点就在这儿，明明是自己设的局，但是自己也要在这个局里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折磨，直到死，什么都做不了。那这么做，只能杀死张海霞的意识，怎么杀死黑夏的意识呢？我才需要我配合他。那要你怎么配合呀？我现在需要知道黑夏是什么，以及黑夏的软肋，还有更多的记忆吧。他刚才是不是疯了？一直在说胡话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，那张海霞也太可怜了。夏在，
这些壁画记录了乌皮古民的历史，我应该能找到黑侠的来历。这些部族常年生活在西南雨林之中，与世隔绝，生活在山体之中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们的先民从山体之中挖出一块巨大的黑色石头，才让整个部族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准确地说，是这块石头不知为何影响了他们，让他们变得血腥残暴，身体机能也变得异常强大，伤后不治却能自愈，就算死了，也能活过来。让虾仔康复并且发疯的药引，就来自于这块黑色的石头。不，等会儿，你之前不是跟我说，那是来自水母身上的某种蠕虫吗？或许这个东西本就源自于此呢。黑色的石头辐射泥土，让一种寄生虫变异，就是师傅说的这种蠕虫，叫做采幼虫。所有被寄生的生物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，其中人感染了之后，身体强壮，被称之为阿天人，意为神选之子。部落挖出黑色石头之后，采幼虫开始传播，它让蛇长出黑毛，也能让蛇说人话，还有让草变成毒草。所有被寄生的生物都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它们可以休眠很长时间，所谓假死。原来黑毛蛇和黄昏草都来自于南疆，是感染蠕虫后异化，怪不得黄昏草在这个地方长得这么茂盛。看来这些乌皮古民在发现这些自然现象之后，便加以利用，将它们作为武器，灭掉了其他部族，不断开拓疆土。但这个部族没有任何的记载和传说，应该是有什么原因消失了。原因应该在这儿。其实这些阿天惹的行为是被蠕虫控制的。这些阿天惹似乎有两种意识，在同一个身体里面相互厮杀，最终他们彻底变得残暴血腥，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。所以你做的那些，也都并不是你的本意。更为恐怖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阿天惹最终都会因为那蠕虫的力量，异化成不人不鬼的怪物，而且所有被采幼虫感染的生物，就像被铁线虫感染的螳螂一定要进入水里一样，他们会疯狂的想要回到陨石边上去。发生了这种现象，让部落里的人意识到，阿天惹并不是获得了什么好的力量，本质其实是魔鬼。于是古民和阿天惹爆发了战争。那些善良的乌皮古民，几乎全都被残忍的阿天惹，也就是那些崇拜黑石的人杀死。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。张家人，是我们的祖辈发现南墙有利，便帮助那些乌皮古民们对付那些邪恶的阿天惹。这些似鬼非鬼的东西一路逃窜至黑石附近，被张家人连同黑石一起封印在了青铜球之中，就此再也没有出现。20年前，南墙突发地震，
导致青铜球的封印松动，很多怪物跑了出来。本代族长前来处理，再次将其封印。原来如此，所以黑夏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打开这个青铜球，回到陨石的身边。是的，黑虾背后是彩幼虫的意识，打开青铜球是本能，但一旦青铜球被打开，里面被封印的所有生物都会出来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不只是南疆，所有人都会受到威胁。如果人们被这种石头上的东西寄生了，都会变得嗜血、残暴。先是意识入侵，最后全部都会异化成人头级那种怪物。一个黄昏草，一个邪神，已经够让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了。这样的怪物，还是老实死在地下比较好。师父，孽徒，你以为你烧掉的是真药？张海霞，师父想休息了。你帮我解脱吧，我在那边等。真不让人省心。你以为你烧掉的是真药？
瞎子，张海龙，你还撑得住吗？有人在下面引爆炸药。是张海霞，他需要到地底深处，找到张家先祖封起来的一个东西，释放出里面的怪物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阻止他。你怎么阻止他？现在还不知道。你先走，我们待会儿赶上来。危险，快走！抓紧我！快放开，否则你会死的！死也不放！你就这么喜欢我？喜欢。那如果能出去，你会娶我吗？这就是南疆神州的秘密吗？这里面到底有什么？你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。
么舍得死？你想要张海霞的血，打开张家人的封印。他是特别的，但他意志力这么顽强，又那么聪明，我只能抹去他呀。张海龙，杀了我，他也会死。你不是他，别叫我名字。想不想回下城？想回下城吗？废话，当然想。你回下城，去找师傅，别管我了。跟着哥混，咱们在霸龙州闯出一片天地，到时候风风光光回下城，一起见师傅啊！张海霞，你干嘛？我不想回下城，下城我没什么见过，你替我回去吧。我们还是一起回来了。你不应该回来救我的。你不也救我了吗？你是师弟，护你周全是我应该做的。海龙啊，总有一天，你要自己一个人行动。我不在你身边，没人会再盯着你。陪你看过热闹的人世间，不朽和没落装潢的起点，宿命的拒绝，人间阳
我有点累了。疯狂的信仰看不真切，只为再见一面，悲剧重演。我叫张海霞，侠客的侠。他叫张海楼，楼宇的楼。小楼一夜听春雨，咸阳游侠多少年。仓促的那次告别，浮世的开篇充斥着谎言，命中有此劫，迷雾遮住了眼，容颜可曾辨？风吹散未说出口的告别，肩上的蝴蝶，陪你看过热闹的人世间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有点好奇，所以做了点研究。那块黑色的石头到底是什么？又是什么控制了张海霞？有什么发现吗？其意心径3尺，形若魂璧，色如墨玉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推测那块黑色的石头很有可能是很久之前从天上坠下来的陨石。陨石30重居于北斗，星坠则重入人世。其实就这些书籍，很多都是关于陨石。我猜测，壁画上的彩釉虫，就是陨石带来的异虫，具有寄生能力。当它寄宿在一个生物的身上的时候，也可以帮它去修复受损的身体。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，就是它会扰乱寄主的神经系统，而且这种新的知觉，会慢慢蚕食掉寄主主体意识，成为它新的主体。就是鸠占鹊巢。那张海霞之前执意要回到南疆，也是因为这个？这有可能跟这种异虫具有的回巢的特性有关。也许这种异虫具有那种想要回归的一种生存本能，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想要来到南疆。哎，你去哪？我陪你。如厕，要跟着吗？哎，对了，你之前说那个黑毛蛇是无意跑到你身上的，还是张海霞刻意安排的呀？谁知道呢？我要成亲了，来不来？来不来啊？
以后你要背我一辈子。一定。开心吧！开心开心！来，新年快乐！来，干喝一个。快吃快吃！是啊是啊，别客气。我们去那边。不去留他吗？没想到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他有一个很好、很伟大的朋友。很难想象张海霞到底经历了什么，应该很痛苦吧。留到最后的那个人，才是最痛苦的。南疆有变，许你我同心协力，期待再次并肩作战。是张海晨，为什么罚我呀？你是师兄，他犯错就等于你犯错，你要保护好师妹，知道吗？我年纪比他小耶。谁让你拜师早啊？唉，我真是上辈子造孽了，有你这么个师妹，以后我出任务一定要跟你分得远远的。我也要跟你分得远远的。哼，我要跟你分得远远的。快点跟上。跟你分得远远的。跟你分得远远的。我要跟你离得远远的。远远的。我要跟你离得远远的。海晨，海斗，别忘了我怎么教你们的，一会儿见到要叫人啊。嗯，好。组长好。组长。南疆深处出了状况，该上路了，我们出发吧。
南部档案馆的故事暂时就告一段落了。看完之后，我和你们一样，也久久不能平静。我的灵魂仿佛停留在了那个阳光明媚的南洋，那个美轮美奂的百乐界，不愿回归。他们的故事就此结束了，或者说，我们是否还能再见面呢？我想，在挖掘过往的过程中，我们一定还会再见，我一定还会再看到他们的传奇。只是，你们还想和我一起看下去吗？黑困住了光，雾遮住了伤，命被绳索捆绑，梦一片荒凉，寻难觅的踪，追爆裂的风，忆当初的美梦有始无终，漫漫长夜点亮了灯，照亮走向彼岸的门，用力逆风而奔，以剑为盾，又何惧碎骨焚身？就算只身于绝处里流浪，也不愿放弃希望。就算满身的荆棘又何妨？再痛也一如既往。就算被困在暗涌里逞强，干尽了却留下狂。终于看见晴朗，乘风破浪，不负勇往。就算只身于绝处里流浪，也不愿放弃希望。就算满身的荆棘又何妨？再痛也一如既往。就算被困在暗涌里逞强，干尽了却留下光。终于看见晴朗，乘风破浪，不负勇往。